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握拳后侧边有这条线，今生财运能够旺到爆。我们的手每天都会动来动去，有时候也会不时地握成各种拳头的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握拳以后，手的侧边会挤在一起，出现几条线，而这也蕴含着一定的自身命运象征。不同的线有着不同的命，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讲讲，看看你是什么命吧。一、握拳后侧面有几条线看命运。一条线，聪明敦厚，为人善良，意志坚定。他们命中带财，然而早年的时候多有磨难，运势开拓比较迟，一般到中年以后才开始走运。这时候不仅有正财收入，更有横财进账。这样的性格善良和顺，比较外向，同时不喜欢和别人争夺，淡泊名利。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注定富贵殷实。事业开始转好，顺顺利利，财旺家旺，一家人其乐融融，有福分，生活惬意，晚年更是轻松舒适，绵延长寿。二、两条线，一般富于正义感，讲义气，重人情道义，做事全力以赴，豪爽勇敢，见义勇为，谨慎小心，守本分谦虚，忠心，生性淳朴正直，诚实友善，为人忠实可靠，富同情心，个性坦白无心机，直觉锐利，为人忠诚，颇爱主持公道，很受人尊敬，个性勤勉敬业，具有大智大望，行动敏捷，头脑聪明，反应快。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注定一生宝贵殷实。三条线，命中注定的财气是很旺盛的，他们气质气宇轩昂，为人大度有范儿，为人大方豁达，心中宽阔，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非常事业创业，往往有白手起家的机会，身边的贵人多得数也数不清，注定如鱼得水，财源广进。只要是原则之内的事情，就绝对不会讨价还价，活得既风光又坦荡。财运会在他们30岁后，一年比一年亨通，财库比任何人都要丰容，开创独有产业，发大财。四条线，天生富贵，命里藏财，有财神和菩萨庇佑，一生贵人运强劲，事来旺盛，在工作上能够如鱼得水，步步高升。他们一生运势高涨，财源滚滚，在中年之后会迎来事业的高峰，事业有成，财源力大，还会有横财天降，大富大贵，生活无忧，锦衣玉食。他们与人坦诚相待，非常真诚，只要你愿意和他们相处，他们肯定会付出自己的真心，非常重视友情。这样好人品的人，一辈子机遇比别人多几倍。福禄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人生理想是必然的事儿。二、握拳姿势看命运。一、握拳时拇指放在最上方，这种人大多非常的有远见，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行事作风也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目标感非常的强，从来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记自己的理想。凡事都喜欢规划的有条有理，有胆有识，敢闯敢干，行事稳健又不缺冒险精神，时刻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处事冷静而理性，做事踏实努力，不喜欢投机取巧，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会非常的不错，命中注定是个富贵之人。二、握拳时拇指藏在拳心里。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一般祖运不佳，出生比较平凡，在事业方面缺少非常好的资源和人脉，家里也不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
不过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努力，也很有才华，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奋斗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生活。虽然前半生过得比较辛苦，但是通过奋斗，后半生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富裕。3. 握拳时拇指放在侧面。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做事非常的努力，虽然开始时运气不太好，生活会比较拮据一点，会短暂的穷一段时间，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事业也会慢慢开始好转，赚钱也会越来越轻松。不过这种人虽然挣的比较多，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经常都会觉得钱比较紧张，不太够花，但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会变得富起来，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底。4. 握拳时拇指向上翘。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命格都比较的中庸，一生既不会太富也不会太穷，属于我们之中的大多平凡人的类型。这种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的乐观豁达，也没有什么野心，喜欢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非常的在乎和用心，也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也很会照顾和体贴关心人，懂得照顾身边人的感受，人际关系较好，能够受到身边人的好评。不过如果想要有好的发展的话，一定要努力尝试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情。那么除了握拳以外，那么手相还有哪些特征是富贵手呢？接着往下看。1. 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手就像干瘪的老姜，告诉大家这句话关于描述财运短句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姜主要说的是手的握力，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注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的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2. 发达的财纹。假如手掌中的纹路相互交错，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便称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3.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颜色明润的话，其人赚钱能力很强，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够存得住钱，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4. 理财纹伸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纹。理财纹长得伸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无论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5.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的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6. 手心有洼。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湿，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
火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工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工学代表大领导，劳工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劳工学好呢？就是手心要凹陷，凹陷的手心劳工学最发达，而突出的劳工学力量最薄弱。手心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很难遇到机遇，没有贵人提拔，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七，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充满干劲儿，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八，大拇指第二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二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累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九，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十，食指上有三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三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各不相同，所以其命运也不相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富贵手，那么也不要灰心，只要乐观向上，那么也可以有自己的福气。好了，9种特殊掌纹的命运含义。从古至今呢，人们对于相学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经过人们长时间的生活经验积累，人们得出了一系列有关于相学的学问。在相学中呀，手相学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通过看人的手纹，就能看出人的身体是否健康、财运、性格等等。而在看手相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有的人手上的纹路会比较特殊。那从这些特殊的掌纹中，又能得到什么信息呢？小张之老师今天为大家介绍9种比较特殊的掌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手上有没有。一、玉环纹，判断身体健康。这一纹线一般位于手掌的下部，环绕手腕与手掌腹面的线纹，也是区别手掌与手腕之间的横贯线。玉环纹深刻而且连续为佳，根据玉环纹呢，能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玉环纹清晰连贯的人，一般有很旺盛的精神力，身体强健。玉环纹有中断、波浪、倒纹出现的人，体力很差，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内分泌系统呢比较容易失调。对于男性而言呀，生殖机能就会变差；对于女性而言呢，会出现妇科问题或者性冷淡。如果玉环纹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而且肌理细润的人，神经系统好，头脑较灵活，行事条理分明，在处事上懂得变通，交际能力呢也不错，情欲方面比较旺盛。玉环纹附近皮肤粗糙、肌肉松弛或者青筋凸起的人，体力较差，可能会在生育上有问题。如果一个人拥有3条平直且完整的玉环纹，此人则是拥有福禄寿纹，代表身体健康强盛，祖辈有很好的遗传基因。若在命途的流年中慢慢形成了第4条玉环纹显现的人，即使之前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者霉运，也会因为这条纹的出现而变得好运连连。2. 纵欲纹，判断一个人情欲节制。纵欲纹是一种随个人经历出现的纹路，在掌相中呢也称为情欲线，是从靠近掌外侧手掌八卦对位的部位发出的。
向生命线方向横向延伸而来的纹路。其实有情欲线的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类人原来大过随性，平时大过放纵欲望，没有节制，生活不规律，沉迷烟酒或者麻醉剂等，导致缺乏精力，肾功能差，健康令人担忧。纵欲纹接近生命线但又没有穿过生命线的人，性生活过度，导致精力很差。纵欲纹未穿过生命线而向下弯曲的人，会因为身心过度劳碌而作息不规律，出现健康危机，甚至危及生命。纵欲纹延伸穿过生命线的人，过度沉溺于性欲当中，精力容易衰竭。有此纹穿过生命线的人，尤其要保重身体，万不能纵欲过度，否则发白而致身亡。如能即刻起调理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纵欲纹也会消失。3. 终止线，判断事业或者生命终止。终止线是出现在生命线或者命运线上起阻拦作用的一种线纹的部分。通常来说呢，终止线长度为3到5厘米。如果掌中从坎位冲上终止方向的事业线出现了横切的终止起点线，那就要注意了。它的出现预示着计划中的事情出现了障碍，或者是正常运作中的企业会因为什么原因正在悄无声息地往坏的方向变化。另外呢，对于生命终结来看，则要看两个手的生命线都短，且几乎在同一位置出现终止线，就是暗示终点代表的年龄会出现生命危险。关于生命是否真的会终止，不能只依靠出现终止线而断，还要结合命理八字是否已凑够4个空亡、地克天冲而无其他五行打救，还要结合脸相的气色等一起判断，才能做出结论。4. 孔子眼纹，判断智慧和才华。孔子眼也称为夫子眼，是在大拇指内侧中指关节上的相连处多条结纹，形状像橄榄核或者眼睛状的纹。手指关节有孔子眼，代表此人非常的聪明，有极强的管理能力。从古至今呀，拥有孔子眼之人必定是文曲星下凡，再不济的人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之说法。有些普通人可是通过后天努力变得很聪明，通过后天努力获得后成长，孔子眼会生在右手关节上。左手关节上孔子眼才是注定的聪明。另外，孔子眼很明显完整的人，也预示着身体素质好，幼年家境富裕，成年后能有一番事业。孔子眼的纹路深浅不一且有中断的人，判断力和意志力薄弱。孔子眼的纹路不齐或者图中有断裂错开的人，身体状况欠佳且易早衰，年轻时呀需要好好珍惜身体，注意保养。5. 旅行纹，判断离祖创业与闯荡他乡。旅行纹是在生命线中部左右向外分叉出去的支线，如果靠上，即使生命线上端部分分叉出去，直通无名指下部八卦部位坤位的线纹，预示此人必然会离祖创业。深且显现的线纹也代表了创业成功并且举家迁徙，显纹不显的则代表你在创业或者工作中是个日夜在外忙碌的人。如果旅行线中间有所断开，或者显现清晰时忽然模糊不清，则表示创业不顺或者生意失败，导致举家回迁的可能。如果生意好转或者仕途顺利，慢慢又会清晰连上，从这些线呀可以判断出此人的经历。另外呢，从生命线下端向外分出多条细的纹理，且清晰又连贯向外伸展的人，是个思想前卫、热爱旅游、猎奇心理很重，是个坐不住、总爱去各地游走、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如果近期出现旅行纹的人，表示因为工作或者探亲，马上就会有外出旅行的可能。旅行纹的长短表示该人目的地的运行。从纹理的深浅可以看出这次旅行是否合乎心意，细小的旅行纹理应该注意是否有中断或者成链状，如果有，却要注意旅途中会有突发事件或者危险情况发生。如果旅行纹从生命线的末端延伸到手掌中前宫位置的人，有移民或者定居国外的可能，并在那里度过晚年。旅行纹末端位置出现的许多分叉，代表该人四处游历，居无定所。6. 川字纹，判断感情生活。有川字掌纹的女性独立而自我，在感情上爱憎分明，从不轻易表露自己。
他们大多很任性，不爱考虑他人感受，因而呀，在恋爱和婚姻上挫折不断。同时呢，川字掌纹的女性不善表达，对于丈夫与子女的关怀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再加上呢，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不懂得展现自己温柔的一面，所以呢，会给人留下不懂温存的印象。因此呀，川字掌纹的女性不宜早婚，晚婚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成熟稳重。另外呢，不妨嫁给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因为年长一些的男性较有包容心，或是与能够欣赏自己优点的男性结为伴侣，将能使自己在性格上有所改变，感情生活呀也能够长久幸福。7. 阴阳纹，判断特别性情与爱好。我们所说的阴阳纹是指在同一根手指上出现有双螺纹、双旗纹或者一螺一旗的情形。有阴阳纹在手，往往暗示直觉极强，甚至会有第六感出现，可通鬼神、阴阳，更可对事物进行预测。这种人呢，对灵异方面的东西极为感兴趣，或者笃信宗教。一般情况下呀，人的每一根手指头只有一个螺纹或者旗纹，食指全为螺纹的人欲望强，个性也沉静。如果是女性，则会像个男人婆，缺乏女性的温柔。食指全是旗纹的人多才多艺，有艺术家的风范。螺纹呢也分正反，开口朝向小指的为正螺纹，这种人善于适应环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有众多的爱好，对人呢也都十分的友好。开口朝向大拇指的为反螺纹，这种人呢多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十分敏感，而且呀行为激进。在手相学中呢，与阴阳纹特征雷同的掌纹，还有从月丘到木星丘的直线或者弓形纹，被称为直觉纹。在感情线和智慧线中间出现的神秘十字纹，在食指处出现的被称为所罗门环的木星环的这些纹线。具有这些特殊的纹线的人更具有灵界方面的能力，有从事命理、宗教等方面的工作的先天优势。8. 桃花纹，判断恋爱运势。手掌的大阳丘部位有很多花形的细纹，就是桃花纹。桃花纹越多的人越吸引异性，这时如果过度纵欲，很容易经历衰竭而亡。斜向上延伸的桃花纹预示着人际关系很好，除了能够受到异性关注，还能得到下级拥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业呢也会非常好。通常从事演艺工作的人和公众人物都有这样式的桃花纹。如果桃花纹不止向上延伸，还多方向发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种桃花和烂桃花了。有此纹出现时，已婚女人应该恪守妇道，未婚女子却要预防不真心爱你的人准备勾引玩弄你了。长期穿过生命线的桃花纹也叫畜生纹，对于长有这种纹的朋友，远离一点为好，因为这种人呢没有理性，可以说是欲拒不认亲的畜生性格，对性生活要求强烈，性行为呢就会像畜生一样无所顾忌。手上如果长有此纹的人，一定要自重，修身养性，早日剖析恶习，半年后此纹就会自行消退。9. 财库纹，判断事业财运。在大拇指的第二节往手掌心倾斜侧面出现完整的横纹，叫做财库纹，而且在其下方出现的横纹、纵纹和格子纹被称为财富纹。通过这两个纹路呢，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运势如何。财富纹代表能够赚取多少财富，而财库纹是看出一个人最终能够守得住财的时间。有财库纹的人，不管是哪种纹理出现的越多，预示赚到的钱也就越多。这类型的人呢，对所有的工作都是事必躬亲，所以得到的劳动报酬会越来越多。拥有财库的纹的人，可以从财库纹的位置推测出守住财的时间。靠近拇指指节的位置约为0岁，靠近拇指底部的位置约为80岁。如果一个人的财库位置越靠近拇指节，说明年轻时便能拥有财富了。反之，一个人的财库纹靠近拇指底部，说明要到年老时才能守得住财。一般的人的财库纹都出现在40-50岁左右，那都属于正常的。需要注意的是，有财库纹的出现，还需要仔细看财库纹的形状。财库纹如果有漏洞的话，就表示其财富会外漏。如果有2条财库纹，且上面一条断裂，下面一条完整，表示其年轻时呀理财观念差，晚年才能守得住财。
如果2条财库纹都完整，说明此人花钱谨慎，能够攒得下来财。以上9种特殊纹路，你遇到了几个？手相算命呢，只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如果想要具体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如何，需要结合个人整体命理情况来分析。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对你有所讲讲。女人手上有此相，时有9难，穷苦命。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命运差异，所谓同人不同命。有一些人生来就含着金钥匙，成长的过程可谓是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取得成功。但是也有一些人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了，在许多方面都很难有好的发展，即便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收效甚微，整个人生充满了阴霾与灰暗。今天我们通过手相角度来看，女人苦命的手相有什么特征？一、没有智慧线。智慧线反映出了一个人的智慧以及聪慧程度。如果没有智慧线的话，说明此人是比较平庸的，身上没有什么闪光点，脑子也不是很灵光，说话做事给人一种很模糊的感觉，能力一般，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很难取得理想的发展。尤其在工作当中很难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就导致收入不佳，生活状态较为坎坷，一生碌碌无为。除了自身命格不好之外，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大多缺乏上进心，喜欢安于现状，所以也就导致注定与富贵无缘。2. 掌色暗沉。有福之人的手掌颜色大多是红润有光泽的，而命苦之人的手掌则青筋凸起，掌色暗沉。这种类型的人气色不是很好，身体状态也不太稳定，容易被疾病缠绕，并且在平时生活当中发生意外的概率也非常高。掌色暗沉的人生性胆小多疑，做事不够果断决绝，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拖延浪费时间，因此会错过很多好的发展机会。再加上自身健康运势不佳，中年时期容易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生活。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坎坷多磨，不管怎么努力都很难以过上安逸富贵的生活。3. 智慧线有分叉。在手相学当中，如果智慧线有分叉的话，说明也是非常命苦的人。这种类型的人虽然善于理论和思考，但是往往会想得太多，给人一种优柔寡断，做事不够决绝的感觉。此外，这种类型的人自我意识较强，平时固执己见，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顾全大局，也不懂得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自私导致在生活当中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凡事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此外，这种类型的人与父母和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属于感情观比较淡漠的人，所以就导致情感之路异常坎坷，生活状态劳碌奔波，可是即便努力打拼，也始终与富贵无缘。4. 智慧线有杂纹。如果一个女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了很多杂纹，说明这种人缺乏智慧，考虑事情比较片面，头脑反应迟钝，很多时候会因为考虑不周到而出现差错，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发展，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性格执拗，不喜欢将别人的建议听到心里，所以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总是会经历很多不好的事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很坎坷艰难，可以说是非常命苦的征兆了。5. 有漏财纹。如果手相中有漏财纹的话，说明财富运势是非常差的。这种类型的女人本身赚钱能力并不差，但是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也会因为听信他人或者是缺乏主见而导致财富流失，在金钱方面会有很大的亏损。有漏财纹的女人守财能力是比较弱的，花钱大手大脚，不懂得节制，没有理财观念，所以即便家大业大，到了他们手中也会逐渐衰败。6. 手掌僵硬。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非常僵硬，并且给人的感觉削薄无肉，这也是漏财的征兆。这种类型的女人
本身生活比较的苦楚，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很多苦难，身边无人给予帮助支持，凡事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这种手相的女人一生操劳，生活波折坎坷，尤其是婚姻关系方面，与丈夫的感情淡薄，无法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婚姻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7. 感情线短。如果一个女人的感情线很短，没有超过中指的下方位置，这种手相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在追求真爱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坎坷不断。虽然对待感情的态度很用心，也很舍得付出，但是识人不清，总是遇人不淑，不仅因此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坎坷，同时也会损失很多珍贵的东西。感情线较短的女人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尤其在开始一段恋情之前，要考虑清楚两个人是否合适，不要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诱惑。8. 生命线断裂。如果一个女人的生命线出现了断裂的情况，说明健康情况是非常不理想的。这种类型的女人命格较弱，很容易出现一些严重的疾病，给她们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另外，生命线断裂的女人本身心态不是很好，平时容易患得患失，缺乏安全感，尤其在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常常会产生抱怨的情绪，整个人的状态是比较消极低迷的。这种不良的情绪也会给她们的健康造成影响。9. 断掌。对于女人来说，断掌也是非常不吉利的手相。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命格较差，在发展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坎坷与磨难，并且她们在婚后也会给丈夫的发展带来克制，即使两个人感情深厚，也会影响到丈夫的各方面发展，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成就。10. 手指缝隙大。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指比手掌长，并且手指中间的缝隙比较大，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是比较命苦的。手掌有缝隙是典型的漏财之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即便通过努力得到了一些收获，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财富流失。另外，手指长过手掌，说明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属于典型的劳苦命。家人无法给予帮助和支持，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生活依然穷困不堪，很难有起色。另外，从健康角度来看，这种手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比较虚弱，尤其到了中年时期，很有可能会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比如脑梗、心梗等等。这些突发性的疾病往往没有任何的征兆，会给他们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11. 事业线较长。事业线较长的女人大多很有事业心，在工作当中非常拼命，为了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经常没日没夜的工作打拼，很少有时间休息。不过，这种类型的女人虽然工作能力强大，但是情商很低，在为人处事方面不懂得讲究方式，很容易得罪人，时常被领导视为眼中钉，尤其对于女性领导，很有可能被对方处处施加阻碍，让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很是艰难。事业线长的女人虽然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家庭生活却是非常不顺的。由于忙于工作，对家人疏于照顾，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无法从孩子身上得到回报，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越来越叛逆，对他们更是不尊重。这种类型的女人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幸福的，与丈夫的感情也很淡薄，可能会出现第三者插足的情况。12. 婚姻线有开叉。对于女人来说，如果手线中婚姻线有较多的开叉，说明在感情方面发展非常的不顺。俗话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婚姻不幸福，也就意味着生活将会变得坎坷艰难。这种类型的女人对待感情的要求很高，如果丈夫有做的一点不对的地方，就会无限放大对方身上的缺点，他们很少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遇到问题也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从来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
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一生磕磕绊绊，很难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另外，她们对家人是很舍得付出的，但是所有的付出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以上这些信息都是从手相中得到的，但也并不完全代表你一定会穷一辈子苦一辈子，还需要结合你自身的其他命理情况以及个人努力来看。如果一个人没有以上这些，太认真，反而贪图享受，好逸恶劳，即使命再好也是穷苦命。相反，若有以上特征，也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假以时日，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